其实你们在上市的首日啊，股票就已经翻了1倍，这个其实是不是在你预料之内呢？其实也不是在我预料之内啦，坦白讲，我们也感觉到非常的惊讶，忽然间能够翻了1倍。但是我觉得这个市场就是非常的看好这一块东西，因为 food security 就是我们讲这个食物过去的短缺，各方面都影响到人民的一些担忧，食物是否是一个我们要很好的去关注这块。所以刚好我们在做这个供应着蔬菜，蔬菜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一个我们讲必需品，每个人都需要吃的。当然我们也是唯一一家，所以大家都非常的看好这个公司。农家控股 Farm Price Holding Berhad 是一家来自柔佛的蔬菜批发商，他们在5月14号在 ACE 市场上市，第一天收盘时就上涨了71%。农家控股以48仙开盘，是24仙首次公开募股的2倍。他们公司主要的业务是蔬菜批发和分销，在柔佛也经营了一家零售店，直接向消费者销售蔬菜、食品、饮料、杂货等等。他们的公司也在我国半岛的北部、中部以及南部都设立了配送中心，而且柔佛设立的中央配送中心也为新加坡的市场提供了服务。新股的销售筹集了2448万令吉，其中的43%将分配于营运资金，26%用于新设施的建设。我们邀请到农家控股的董事经理张礼庆博士与我们聊聊公司未来的发展以及计划。张博士你好。你好。是，其实我非常好奇啊，为什么 Farm Price 会选择在5月份的这个时间点来进行上市啊？那是不是有什么样子的一些市场的考量啊？当初其实这个上市是不是公司一直以来的一个计划呢？基本上我们也感觉到是时候，因为我们也已经在发展到一个地步了嘛，我们也要过去都是用自己的钱或者是银行的钱，所以基本上如果我们已经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所以基本上我们希望能够借着这个资本这个市场，能够协助公司的发展，因为我们要再建多一个大厂房，所以这个大厂房就是现在我们原本的厂房的后面，我们会建多一个大厂房，所以建好了之后，我们就有差不多4亩地的这个厂房。所以会增加我们这个整个的生产，还有我们的这整个的营运各方面的那些支出和各方面，所以基本上肯定我们需要这个资金来协助来扩建。第二，我们就是希望公众，因为过去我们也是第一家在马来西亚 ACE Market 上市这个蔬菜嘛，所以也从来也没人看到这块东西所以基本上我们也觉得这个是时候。所以让我们大众也能够参与这个我们的整个的生意的这个成长。而来我们也希望我们通过这样的上市的这个平台，让我们更加的能够在我们的 supplier 就是我们供应商或者是我们的客户方面有更好的一些的肯定，同时间也能够吸引更多这个所谓的那个人才来继续的发展这个生意。其实你们在上市的首日啊，股票就已经翻了1倍，这个其实是不是在你预料之内呢？其实也不是在我预料之内啦，坦白讲，我们也感觉到非常的惊讶，所以忽然间能够翻了1倍。但是我觉得这个市场就是非常的看好这一块东西，因为 food security 就是我们讲这个食物的这个短缺，过去的短缺，各方面都影响到人民的一些的担忧人民也开始担忧了，食物是否是一个我们要很好的去关注这块。所以刚好我们在做这个供应着蔬菜，蔬菜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一个我们讲必需品，每个人都需要吃了，所以当然我们也是唯一一家，所以大家都非常的看好这个公司。其实你觉得为什么股民会看好你们呢？是因为你们过去的公司的良好记录，还是说你们的业务规模即使涉及到了很多海外，包括海外的业务不管是进口或者出口的部分，其实你觉得股民们或者社会大众对于你们最看重的是哪一点？当然基本上
除了这个他们关注个食品的方面的一些问题，基本上还有就是这公司的运作，谁在运作，当然是非常重要。当然整个的公司的规模，还有公司的这个模式，还有这个我们讲 business model， 这个是生意的模式。所以我们也经营了20年了，所以我们也经过这个各方面的这些挑战，还有我们也经历过这些的问题，我们也懂得怎么样去操作，所以我们到今天我们也从来没有亏过啊，基本上我们都在盈利这状况里面经营这生意，所以基本上还有我们的整个的团队，还有我们的公司的形象，所以对我们的 customer， 对我们的顾客，对我们的供应商，他们都对我们非常有信心。你会不会觉得说，其实蔬菜批发这个行业，它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可复制性蛮高的一个行业？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的竞争对手要来复制你的成功经验的话，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那意思也就是说，可能公司本身的这个定位就很重要了，所以你会觉得你们可复制性高吗？那你又会如何把这个竞争力还有这个不可复制性的这个强项给凸显出来？你会怎么做？当然，很多人认为卖菜是非常简单，它不像我们讲 technology 就是科技，很多人认为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一门生意，但是很多人进来的过后，他发现到其实这个行业其实没这么简单。因为为什么？你要基本上去了解，你要去经历，你要去经营，你要去真的是能够从头到尾整个的环节你要顾得好。所以第一，我刚跟你说了，简单就是经验，我们利用了20年的经验来建立今天的王国。第二，基本上我们的供应商，我们不是单单是靠马来西亚的供应商。因为蔬菜我们基本上不能够靠一个供应商，一种蔬菜我们最少有2到3个供应商，因为蔬菜是靠天气吃饭嘛，所以基本上如果天气不好的话，某个国家水灾的话就没有货来了，我要从另外一个国家进那个货源来，所以基本上这个就是一个需要一个长远一个段很长的时间才建立起来的这个我们讲供应链。第三，客户也不是我们讲随随便便，不是我们讲安哥安迪在巴萨买菜的这种，我们供应的是比较 high profile， 就是比较高端的一些客户，好像我们去新加坡，我们切菜啊，我们包装菜啊，我们对的都是很高端的一些客户，而这些客户的要求也不简单，他们有一定的要求，而要寻找这些客户也没这么容易。所以这个就是一些我们要克服的东西，还有我们的冷藏链。冷藏链其实是不简单的，你需要很大投资。如果你投资太小，你真的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响应，你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去发展那个生意的。所以你要投资一个很大笔的数目在里面。而来今天你的整个的 inventory， 整个的这个里面的货存各方面，你要有一个很有经验的一个团队去经营。所以这上面这一些都是我们真的是要去考量的。还有就是我们的运输，你也知道菜是不能留的，它基本上一出来你就要把它送到客户的面前了。所以如果今天我们不送到客户的面前呢，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不可以讲明天后天的事情了。所以今天要送得到了，要不然我们会损失这个客户。二来，如果我们今天一延误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派送的这个过程，基本上品质方面都会受到影响。真的是魔鬼藏在细节里面啊，隔行如何隔山，所以并不是说让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卖菜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要怎么卖也是很重要。您刚刚有提到说这个分散风险的部分，我想要听您分享，就是因为现在包括了地缘政治的关系，或者是极端气候，其实我们知道说像您所说的就是靠天吃饭嘛，所以当蔬菜某个区域遇到问题的时候，您怎么样子去运筹帷幄？因为这个似乎风险蛮高的啊，你会如何去降低这一方面的风险，确保说其实在食品安全上面，不管是对马来西亚或对新加坡，你们任何经营的市场都能够确保这个蔬菜的这个来源是源源不绝的。对，肯定我所讲的就是我们不能完全单靠一个供应链。我基本上我每次很喜欢用一个比喻，就是那个大葱印度
不允许出口了，所以到时我们就没办法拿到大葱了，我们就从巴基斯坦买了，巴基斯坦也不够用啊，基本上它也封锁了，它不给你出口了，但我们从哪里买？我们从中国买，所以基本上我要讲的东西是很简单，如果我们今天只靠一个货源，这样我们就没机会了，这样我们的货源就断了。这样我们怎样去跟我们的客户交代呢？所以这方面我觉得我们还是做的比较有规模，还是能够做的比较成功，比较成熟。那其实我看到说，在上市之后啊，你们其实也决定说，在新加坡要设立一个新的这个销售还有这个营销的办事处啊。但是我们知道说，新加坡不管是房租或者人力都是一个比较昂贵的地方。那马来西亚其实包括像新山也蛮靠近新加坡的，为什么要这个舍近求远呢？为什么要到新加坡去？因为那边可能支出也比较高。你觉得其实，在新加坡开设办事处这样子的一个决定，它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一个决定？会不会其实在新山会比较好？我们一路来都在新山，但是我们觉得在新加坡我们设一个我们叫办事处是非常有效率的，因为基本上我们能够继续的我们发展新的生意，找新的客户，可以就是说服务我们现在现有的这个客户。因为为什么在罗佛去新加坡，基本上都隔还是隔了一条桥了哈。基本上时间就是金钱，时间方面真的是很浪费了。其实，所以我们也想，其实应该把我们的这个 office， 就是我们的 marketing team 能够搬去新加坡，在那边能够发展，因为那边有更多的客户都在有这个需求，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新加坡能够设立这个样的一个地方。让我们能够有更美好、更多的时间去发展在新加坡这块生意。拿这个时间来服务当地的顾客对。那其实除了新加坡之外，我们也知道说你在马来西亚国内你们有一些的计划，包括了是在半岛以及东马、沙巴、沙劳越，可不可以来跟我们谈谈这块？为什么会想要把这个业务的范围去发展到全马各地？当然，我们要把业务发展得更大，甚至到东马跟西马。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基本上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在我们采购方面，我们有量，我们就有 bargaining power， 我们就能够有一些的 negotiation power， 跟我们的客户、跟我们的 supplier 谈。所以基本上我们也希望真的有朝一日有这个机会，我们在金马仑我们也就会 set 一个我们的分销部分销的一个库，让我们能够把蔬菜在那边能够把它筛选，把它做好。把它送到我们的客户的面前，甚至到我们的新山的我们的工厂，还有我们在尼莱，就是我们有一个转站，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能够在那边，我们能够设立一个冷库、冷房，我们其实也在计划设一个冷房在那边，基本上能够把菜从金马仑，甚至从其他地方集中在那边，把它装了之后，柜子从那边从巴生港口运到东马去。其实在全马各地发展是一件好事啊，但是我相信你们可能就需要更多的货源，包括了其实我相信很多的这个蔬菜批发商可能常年被这些菜农们诟病的就是可能就是只有你们赚钱，然后他们是辛苦的在农作没有赚钱啊。那在这个部分，其实贵公司会如何去创造你们跟菜农之间的一个双赢？因为我相信也只有大家都赚到钱，我们才能够有源源不绝的一个蔬菜的来源嘛。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不晓得您的想法是什么？其实我们都在做这个跟菜农跟我们农夫一起的配合。其实我们有一些我们讲一个 mutual understanding， 其实我们有一个互惠互利的一些安排。像你这块园你种什么东西，你种多少，我给你收多少，价格我可以固定给你，我可以波动给你，我让你能够生存，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过去你看到那些为什么很多菜会过剩？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一些规划，所以乱种，什么好价就追去就种那种菜，所以基本就导致后续的一些过剩的一些问题。当然，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公司还做得蛮不错，我们跟蛮多的一些农夫一起的配合，我们跟他固定下量，
它也固定的能够供应量给我们，所以基本上我们其实就是一个不要有制造过剩的一些的问题，让我们从那边我们大家都赚到钱，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如果今天让你的农夫赚不到钱，以后他真的也不敢再种了，可能他放弃了。所以我希望他能够扶持他，在这方面，还有就是因为很多农夫都缺少资金，我们能够在资金方面，我们能够也协助他们。所以有这3次了过后，我们一些的资金 working capital， 我们希望真的是能够更加的能够去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最主要是能够赚得到钱。我记得过去其实我访问过另外一家的这个蔬菜批发商啊，他们是主打一条龙的服务，就是从前面生产到就是上游、中游、下游他们公司都有涉猎啊。这个会是你们公司是 FunPrice 未来的一个战略的想法吗？当然这个是可以想的一个东西，但是我基本上我认为，如果我们把一样东西做得好先，当你把那个东西铺好了、做好了，你可以想第2样或者第3样。如果什么都要做，基本上可能你就做得不大好。当然，我觉得现阶段我们会在我们配送、进口这方面我们会加强，在那个上游方面我们会跟人家配合。我觉得配合也是很好的一些效果的，基本上都没大问题了。而且如果你一条龙都做了，可能你还会担心说被别人说你是在垄断那其实如果有多方面配合的话，或许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规划或者是一个想法。对。但其实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要请教你，就是其实我们一直不断的听到说，像大马的食品安全的问题还有我们马币会一直不断的这个下滑，是因为我们真的是进口太多的蔬菜，我们自己本地好品质的蔬菜呢都往新加坡去送去卖，然后呢我们又去进口泰国或者是中国的蔬菜进来其实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其实在坊间已经流传了蛮久的那其实也很多人在批评这件事情，可不可以今天来告诉我们说，为什么其实我们需要把我们好的蔬菜卖到新加坡，然后我们又自己去另外去进口呢？这到底在你们的行业的观察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现象？其实我觉得这个有一些的误会啦。其实坦白讲一句话，很多菜有些菜我们能够在马来西亚种，也有一些菜是在马来西亚是种不到的。我讲个比喻，可能是西兰花、白花、胡萝卜、包菜，我们金马仑的品种也不一样，然后品质也不一样，所以基本上它比较薄，也不耐收。但是基本上从中国来的包菜可能比较耐收一点，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进口菜还是需要的，因为有些地方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种了，我们马来西亚有些菜是种不到的所以基本上我们需要从外国进来。所以这个关于那个我们讲进口还有影响到我们的这所谓的那个钱兑换方面、各方面汇率方面，我觉得那个还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而来我们的菜也基本上也不是全部菜去新加坡，我们本地也是有用到，而有些菜从国外进口，从泰国进口，我们也把它出口到新加坡去。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有一些的误解吧。你会怎么样子看待我们马来西亚的农业发展其实我们的蔬菜也好，或者水果也好，我相信它的品质是不断在进步。但是如果你放在整个东盟的这个产品上面来看的话，可能我们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的空间你会觉得说，其实马来西亚在这一方面，在农耕、在农产品的这一方面，我们还需要去做出一些怎么样的努力，才能够去追得上其他国家的品质？当然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一个人可以做的一个力量所以是靠每一个人，政府靠私人界靠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方面一起的能够共赢，一起的去打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所以我觉得政府也需要一些更多的一些努力在资助方面在我们讲教育方面我觉得是蛮重要的，而且研发也很重要研发也很重要 R&D 我们的研发很重要基本上种出来的东西是可以用是可以销到国外去当然政府私人界我觉得都需要一起的努力啦。我可以说我们国家农产品可以算是榴莲是我们的强项之一吗？
对，那其实因为我知道你们是做这个蔬菜的这个批发，那未来在比如说榴莲，现在像包括了中国，它也承诺说可以让我们这里是带壳的榴莲可以进到中国。那不晓得你们在这个部分的话，是不是也想要去来进行一些业务上面的参与呢？我觉得现阶段我们应该不会，因为我们基本上蔬菜还是有很大的空间 ，OK， 给我们发展，所以不如把我们做熟的东西，我们做好它。所以我们如果有这个机会，真的有一天我们把蔬菜做完了啊，我们可能可以做其他的。OK， 好，是好。那最后呢，其实我相信现在大家都在讨论 ESG 啊，然后社会责任啊、环境保护啊，还有人才培育等等的。那不晓得在 ESG 的部分的话，FarmPrice 在接下来会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想法以及计划呢？其实我们都有引用这个 ESG 啦，基本上就像我们的工厂上面就安装了这个 solar， 就是基本上太阳能，所以我们基本上都协助到我们一个月都有差不多30% 的那个节省，所以这是其中一个 ESG。还有就是我们的那个 organic waste， 就是我们把那些不要用的菜，就是那些切头切尾的菜，我们把它不要丢掉。我们基本上就是送去那些养鸭啦、养鸡啦、养牛啊，给他们给动物吃啦。还有就是我们这些的切头切尾的菜啦，我们基本上就给那些做肥料。所以接下来我们也会用这些把我们 pellet 再巡回用pellet， 我们的那个托盘嘛所以还有就是我们也会引进一些我们讲 digitalization， 就是数码。减少用纸，还有我们的这个 bagging， 我们尽量能够用一些能够化解的一些的那个 plastic 或者是塑料啦尽量用箱子或者什么，我们用回旧的箱子所以这方面我们都在做了基本上我们都有做。是，那么对于公司未来的发展，有没有什么样子可以跟我们透露的呢？包括了像是刚刚我们有提到嘛，全马的这样子的一个布局，还有在新加坡的一个布局。除了这个之外，有没有哪一些小小的惊喜可以在最后跟我们的股民来透露一下？因为我们现在也还没有做 announcement， 所以基本上我们也不太方便。当然我可以说的就是我们还年轻，我们队伍非常的年轻，我们会继续的发展，我们会把马来西亚的蔬菜有一朝一日能够冲出新加坡甚至到其他的国家。所以马来西亚我们会把布局先每个点都布局好了之后，我们就会冲出新加坡了，所以我们会做得更好。好，那我们就拭目以待，也希望 FarmPrice 真的在接下来可以越发展越好。那今天非常感谢 FarmPrice 的董事经理张礼庆博士来到我们财经拷问的节目，希望很快时间可以再见到你。谢谢你。谢谢。不晓得你对于 FarmPrice 这家公司你又有什么样子的想法？对于今天的访谈的内容，如果你有想要讨论的话呢，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正在 YouTube 观看的朋友呢，一定要记得按赞、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